国民哥，今天菲律宾官方丢出一张图之后，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这张图是什么？完完整整是菲律宾有个很绵密的雷达网。那非常绵密之外，其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哪里？在台湾在鹅銮鼻屏东的地方也被扫在这里面。这个雷达有这么厉害吗？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呢，其实这2月份的时候，其实菲律宾官方公布说，他们已经接收了外国的一些雷达的帮忙。那其中我们原本是想说菲律宾以前就接收日本雷达哈，那其实从这个图片可以看说这个是日本国旗嘛，然后是菲律宾国旗，我们叫日菲友好。那其实日本的一些大企业比如松下三菱那些他们做的雷达装备都不错都不错。为什么不错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的雷达的覆盖范围那你去查相关的性能数据大概是480公里它不同的雷达它有3个点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那其实我们考虑一个问题，说菲律宾跟中国的争议点在哪里？黄岩岛在哪里？差不多在这里那其实第一个它这3个雷达它可以有效的覆盖整个的南海的半部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因为其实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整个南海面积它居然大过地中海面积它350多万平方公里那其实地中海差不多250万公里那其实这些的雷达覆盖面第一个会让菲律宾看到说海面上就东海它有哪些一些渔船对，那包含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什么中国不只是海警船他们还有一大堆什么海上民兵，什么这些一大堆渔船，它都在这个地方密密麻麻会出现，就不捕鱼就不捕鱼，然后他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就说菲律宾你要让他先看得到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雷达的范围不是涵盖到部分的台湾那我们反过头来问。台湾的岸基雷达好不好？说真的不错不错。所以其实你把这个所谓雷达覆盖面其实往下画，那基本上来讲其实就会形成某种程度的我们叫台菲联盟对，就台湾跟菲律宾大家看得到来讲其实下一步是什么？飞弹就打得到其实我还没有讲这个，这个是反舰飞弹用的。我觉得这部分来讲确实是给菲律宾雷达确实有一些对台湾来讲防务有一些帮忙那我们再看这一张的地图那这张的 CD 图你可以看说日本给菲律宾的我们叫岸基雷达跟对空的监视雷达这个是日本的对空监视雷达对这个型号来讲 FPS 或是什么那个什么所谓的TBS 就是对空监视雷达那对空监视雷达你看这张图全日本才几个1、2、31、2、3、4、5、6、7个，全个日本才7个对，那日本虽然说是比较把低阶的或者说即将汰除的装备给了菲律宾，但是对于菲律宾来说，这个是一个神兵利器。我们讲白一点说，他给菲律宾的5套的岸基雷达那基本上讲就是给了菲律宾5双千里眼千里眼。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它其实他们还有增购所谓机动式的一些探索雷达。对，那现在呢，日本给了菲律宾的岸基式雷达对空雷达，然后海面监视雷达。对，它的用意很简单，就是说，请菲律宾帮忙做什么？帮忙看住南海，因为看住解放军，看住中国，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对于菲律宾来说，我不知道说黄岩岛入侵的一些海上民兵还是海警船有多少艘那日本给了他一些千里眼之后呢，其实菲律宾可以予以具证说，你什么时候呢？什么海警船入侵什么，我都能有效的看到那日本呢，其实在我们叫高市政权崛起之后呢，其实大家会说他会不会采取比较极右端的一些看法？那其实日本呢早就在做所谓的军事，然后对许外交，什么意思呢？日本早就进入到第一岛链，早就进入到南海这个地方了。因为以前我们会认为说只有我们叫联合国五常，就中美英法处才会把这种军事手段输出当做它的外交工具。其实日本跟韩国呢，他们早就在做这种所谓军事外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日本跟韩国会把一些退役的装备给菲律宾或其他的一些盟友对，让他们做一些防务上的需求跟提升那其实以前以前我们都知道说菲律宾不好意思他没有钱他没有钱那其实日本跟韩国就透过一个文件那这次文件叫所谓的 OSA 那基本上来讲它是英文叫 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反正是不管官方安全援助，反正就不管，就说日本跟韩国呢，他会跟菲律宾签署一个协议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呢，所以我们帮助你，这个帮助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说无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把一些即将退役或者说比较二阶的装备给了菲律宾。
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